这次自由的模型 T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毛玩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铁创的第二款拼装模型星恒。如果各位对这一款模型没啥印象的话，那么铁创第一款拼装模型星灭，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会认识。上一款模型整体的素质表现确实不太行，问题很多。这一次星恒我拿的也是评测件，不过做的有点晚了，目前大货好像已经陆续出货。单论评测件整体的质量，对比星灭确实是优化了很多，包括组合度和细节处理，并且在部分结构设计也算是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过有问题的点依旧存在，很多也很致命。虽然铁创表示大货会修，那么最后让我再来带各位梳理一下这一款模型评测件版本都有哪些问题。本款模型的盒子还是非常大并且很厚的，封面的处理也是铁创当初的官图，侧面的话和星灭是差不太多的风格。本款模型大概是36块板件，配件方面提供了2个磁供灯组，包括电池，水贴也是给了1张，不过都是这种不大点的小标志和条纹，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文字标志，贴不贴感觉都行，并且这3个水贴还是做成了金色，不过颜色会有些暗淡，另外还要补色用的铝箔贴纸数量不多。说明书也是很厚的一本，但是评测件的说明书里边存在着很多编号问题，这个我们后续就优先议再说。本款模型也是提供了合金骨架，也是单独放在了这个盒子里面。盒子方块也算是铁创目前的标配，用的星恒的手臂，但是吧，本款模型的手腕还做不到这个可动角度。合金骨架都是分件状态，有部分合金件采用了预组装的形式，合金件细节刻画和表面质感处理的还行，并且像胯部铸金卡榫这样的部分也是有做加强筋增加稳定性。不过预组装的关节零件会比较松，这就是评测件最大的问题。本款模型的板件和之前的星灭几乎是保持了一致，整体还是偏软的材质，水纹的话也会明显一些，类似于缩胶飞边这样的小问题也依旧存在，并且这种材质的板件有个问题，就是很容易白痕，拼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过整体的刻金细节对比星灭确实要强上一些。透明件的处理是相当可以，通透度和喷射细节的刻画都不错，荧光效果的话会比较微弱，或者说也没有什么荧光效果，当然了这个也不重要。另外一板橙色透明件质量也是相同的配置，黑色外甲的瑕疵没有红色零件那么明显，黄色零件有一部分细节刻画处理的还可以，并且表面的棱角也会更好更干净一些。灰色板件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粗糙了，并且零件内部是存在的一些杂质，有小黑点，效果并不太好。白色板件相对来说还行，细节刻画简单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太模糊的部分。地台盖板也是做了类似于井盖子一样的纹理细节刻画，骨架细节包括这种武器内部的刻线处理也是有做出来。那板件也就是当前的水准，剩下的时间来看一下本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首先来看一下本款模型的骨架，除了胸部需要一些黑色外甲的加持，胯部当前不安装外甲的话是没有办法固定上的，剩下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完整的骨架状态。尤其是在手臂和腿部的骨架是完整很饱满的，并且除了原本的合金件，本款模型其实还有2块板件是泡沫件，所以整个骨架如果精度正常的情况下，整体的关节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并且骨架的体型和一体性做的我个人感觉也比较不错，尤其是整个腿部的骨架处理，膝盖的线条以及小腿的内收处理做的都是比较圆滑。合金零件的处理主要集中在了胸部的中间、两侧引出关节、上臂关节、手肘关节、整胯部、大腿根部关节、膝盖小腿以及脚腕和脚掌都是合金零件。在关节部分，比如手臂、胯部、腿部这些左右合的部分都是有螺丝辅助固定，但是这样处理手臂和腿部的螺丝孔都有遮挡零件，没有留下用来拆开的豁口，所以一旦螺丝固定好，安装了遮挡零件，就基本上拆不下来了。其实这里我更希望未来会有像我之前评测 PG 掉毛的时候那一种在螺丝固定的位置提供盖板，可以更方便的调整紧实度。除此之外，本款骨架的在关节部分的处理都是比较松的，比如胸部的引出关节这里就很松，再一个就是腿部平转和膝盖关节，虽然自立没问题，但是把玩的时候就不太舒服了，一会儿再来详细的说一下。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星恒主体、背包组件、6对钻山手、武器跳跃件、盾牌、2把手持步枪，还有一些替换的连接件。因为首批特点是2套外甲，所以最后会剩余一套完整的外甲和透明件。我这里算是折了个中，选择了混搭。这里也给各位简单划分一下各个部分的外甲，可以自己选择参考替换。
星恒的主体高度在22厘米左右，也算是比较大尺寸的模型。铁创大部分的产品线主要还是以00为主，包括第一弹的星灭是金翼能天使，第3弹的星坠整体还是00加正义女神加各种00系列的武器。而这一款星恒单论主体造型设计，我反而感觉更接近 C 的系列，除了胸口以及四肢有类似于00的基因电容刻画之外，剩下的感觉和00关系不太搭边。这个背包的话，按照轮廓看确实是 GNR-0000B 点击战机，按照00的设定，密天使高达和点击战机加6个基因原型单元结合成的第4形态，应该就是当前的造型。而铁创的背包也可以还原出此形态，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在头部和胸部都有提供磁控灯组，并且磁控灯为白色光，发色根据前端透明件进行决定。胸部的正常点亮效果还可以，头部的话空间会有点大，建议使用蓝凝胶加固一下，避免灯组元件在头部里边乱晃，造成光线不好的效果。这一次的磁控灯只有一个模式，而且这个效果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有点可有可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老实说，在之前的骨架环节，我是感觉整体的比例都很好，但是装上外甲之后，这个头怎么看怎么怪，感觉很大，眼眶还特别宽。抬头正面看还好，上了贴纸之后，侧面也挺帅。一旦头部低一点，这个角度看就会比较怪了。面罩我之前一直感觉是像能天使，但是上次做完 Make Size 的 AG12 的时候，我又对比了一下，面罩风格的和角度确实和 AG12 是差不太多的。考虑到当初铁创 FM 风铃合金骨架盒子封面是 AG12 的手臂，破案了兄弟们，铁创热爱的是 AGE。不过星恒面罩中间是做成了凸起的棱角，而不是平面，看上去会有一点尖锐。头部整体的刻线细节还可以，不过棱角的转折会相对来说肉一些。头部后方这个灰色分件会有些突兀，换成白色会更好。头顶监视器内部有一块补色贴纸，主要应该是用来防止透光的。天线整体尺寸比较大，并且比较薄，把玩是需要注意的。头部和脖子部分是通过了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并且泡沫件整体的关节紧实度还可以。脖子部分设计的还不错，首先就是头部后仰是提供了单独的关节，能够提供额外的抬头可动幅度。在前端还有用于低头的关节设计，效果也还行，但是整个头部的侧摆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一般了，球形关节的限制会有些大，加上面罩零件安装会偏松，侧摆和转头的时候总会有错位。胸部整体的造型相对来说我还蛮喜欢的，没有过分堆叠凸起细节。腰部整体相对来说会长一些，其实腰部拉长一点对于后续摆动的观感上会更好，不过相比之下正面看这个胸部，我是感觉有一些扁。除了胸部中间带有灯组之外，胸部上方两侧都有可以展开的监视器，这个部分隐藏的比较好，并且透明件内部也有一些细节刻画。在出气口的内侧条纹和内衬细节，这一次做的也会更加的清晰。同时，本款模型也有提供驾驶舱和驾驶员的配置。当初在铁创第一款拼装模型星灭评测里边，我也是提到了铁创是有驾驶员的，不过这个是说明书上的废件，是2个零件拼成的牛角哈罗，也比较符合创系列的风格，毕竟创行者的游客形象就是哈罗。而这一次算是正常提及到有这个设计，但是星恒的这个虽然有提供驾驶舱内部刻画和小人，结果没有给可以展开的舱门，也就是上方这个白色零件能够直接拆开看到一点内部的驾驶员，就好像一旦驾驶员坐进去之后就只能启动逃生装置一样。而且拆出白色零件也会把后方的盖板零件给顶下来，这个就很烦了。内部驾驶舱的刻画只能说有还可以，但是整体的精度真不太行，很粗糙，飞位也很多，质量算是和大班一桌的状态。胸部最大的问题在于这里的外甲安装会很紧，即便是完全安装进去也会有缝隙，属于是这一款模型在组合度上最紧的一个部分。在可动方面，本款模型的弯腰关节只有一段放在了胸部下方，整体的紧实度不错，并且在活动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轻微的联动效果，不过这个可动幅度会比较微弱。侧摆活动角度在下方，因为是2个卡扣进行连接，同时也会带动白色零件的活动，但是这个部分的可动角度也很微弱。再一个就是腰部的平转关节，紧实度还可以，可以说在关节的设计上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参考了很多优秀的设计，但是放在这一款星恒上面没发挥多大的用处，属于是学了但是没学好。同样的，裆部也有类似的问题，正面装甲设计风格 OK， 不乱，甚至还挺合理，但是裆部上方内部这里是有一个透明件和补色贴纸，应该是想做成监视器的设计，但是完全被零件遮挡了，红色零件如果能做得再小一些就好了。
前裙甲的设计比较好的一点，我个人认为是白色零件中间是有一个坡度处理，如果没有这个坡度，那么整个裙甲看上去就会非常平。前裙甲的内衬细节有，但是比较少，侧裙甲也是如此，并且这两个部分都是通过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前裙甲的还好，但是侧裙甲稍微抬起一点就很容易脱出，这个部分的卡位处理没有前裙甲的稳定。同时最大的问题也在这里，由于前裙甲是球形关节的设计，加上卡榫设计的开口比较小，所以抬起的活动幅度非常有限，对于腿部可动的限制会很大。所以在这个部分，铁创是设计了一个关节组，能够通过移动给大腿留出足够的空间。我认为想法很好，但是不太自然。摆一些踢腿动作的时候，裙甲的角度调整我感觉会比较怪，主要是活动之后腿部的空档会比较大。这个部分调整方案，我认为可以在前裙甲球形关节的根部提供一个 C 扣连接，这样的话，即便是在不使用引出关节的前提下，也能保证前裙甲的可动范围。引出关节的设计也可以辅助调整位置会更好，并且裙甲的尺寸也不大，安装 C 扣也没有问题，大概也就是类似于 RM 强袭高达球形甲的设计。后裙甲中间有一个连轴重心卡榫连接，不过会有些松，下端两个零件还可以展开露出内部的细节刻画。后裙甲的内衬细节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饱满，并且两侧还安装了2把光束键柄，这个部分根部也是带有一段可动，想要摆出拔剑动作也会更合理。键柄和零件的安装有一些紧，把玩需要注意。拆下来直接安插本口模型提供的光束特效件就可以了，不过一定要按到根部，不然这个部分会比较松。特效件的尺寸也很大，也有一些喷射细节刻画，效果还行，并且2种颜色特效件都可以进行选择。肩甲的刻线和分件处理，个人感觉有一些琐碎，稍微少点刻线就可以了。不过整体的造型轮廓我是蛮喜欢的，侧面和后面都有散热片的细节刻画。正面这个盖板是可以进行展开，内部是配合胸部2个监视器的光束炮，内部的细节刻画也会比较丰富，盖板的稳定性还可以，扣合的也是严丝合缝。上臂侧面的装甲是带有分带可动，能够抬起的活动幅度不太大。手肘侧面孔位可以使用附带的零件用于遮挡，但是很难抠下来。手肘合金件的左右合会有一点缝隙和精度误差。小臂整体是做了内收的设计，会更细，整体的比例我个人感觉也会更舒服。除了基础的握拳手型之外，本口模型还提供了开掌藏人手、单指藏人手、斜握剑藏人手、握实藏人手、持枪藏人手。藏人手的手型对比星灭也会更加的自然，不过手腕的这个部分黑色零件和藏人手的球形关节会有些精度误差，替换藏人手的时候会被一起拉拽下来，建议使用胶水加固，并且把这个孔给它扩一下。配合胸部的引出关节，整体的前伸角度还不错，并且平举角度也能达到当前的水准，但是这2个关节的紧实度都不太行，都很松。手部不握持武器还好，一旦握持武器就很容易不举，并且整个手臂在旋转的过程中，由于这个根部卡榫是没有卡位，会自动向外拖出，很烦人。上臂平转关节足够紧实，没有问题。屈肘活动幅度能够达到当前的水准，零件之间会有一些干涉。手臂后方的装甲在活动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联动效果，但是关节紧实度也比较一般。手腕有一段可动关节，再就是藏人手的球形关节，可动幅度都会比较小，并且关节紧实度的会松一些。腿部整体的造型我是非常的喜欢，尤其是从膝盖到小腿的这个部分的曲线过渡会很舒服，这一点在骨架上的体现会更加的明显。我个人有个想法，拆除脚腕侧面的装甲也不会影响腿部的造型设计，反而对我来说会更舒服一些。大腿外甲的刻画我不太喜欢，这个部分两侧的刻线如果能消除，我认为更好。在不考虑裙甲对腿部的干涉，胯部会有一个下拉关节，紧实度还可以。同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腿根部的合金零件造型设计问题，在大腿完全提到顶部的时候进行侧踢，大腿关节这个凸起会正好卡在裆部的零件上，所以活动的时候需要先把大腿下拉一点，再进行侧踢活动。处理好之后，前踢、侧踢、后踢的可动角度都算是达到了90度的标准水准。大腿侧面和膝盖部分还有透明件的点缀，大腿的这个感觉还行，膝盖这里有一些硬套真电容了，我感觉有点多余。大腿平转关节也是本口模型比较松的一个点，小腿后方2个推进器的盖板下端会有一点可动，但是内部是 C 扣连接，没问题是没问题，只不过这个地方的精度误差比较大，很松。上端的盖板是无法活动的，在活动下端盖板的时候，上端会有一点轻微的联动效果。然后就是膝盖的活动机构设计，首先我们活动上面这一段，
大腿的灰色外甲会带有一个联动效果，但是展开之后内部啥也没有，比较可惜。下端关节先活动一段，膝盖也会跟着进行展开，但是这个部分的液压杆是假的，不可动的，并且活动的时候后方推进器也会有一点联动效果。这个时候再进行活动，膝盖装甲会再次展开，上端的这个液压杆是可以活动的，内部也是合金零件，同时后方盖板也会做出让位结构。有一说一，本款模型的膝盖联动处理的确实不错，很有用，尤其是后方推进器的让位设计做的不错，但问题也有，就是前端膝盖装甲被分得太碎了，最后只剩下正面是一小块，而且凸起的会很多，上方也是露出了大量的空间和液压杆，看着会很空。如果前端设计能够再好好处理一下这个部分，那么整体会更完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膝盖关节会有些松，看看未来大货是个什么水平吧。脚腕前后装甲都是卡扣进行连接，带有轻微的让位可动。脚腕侧面装甲我认为不装都行，这个部分也有一点可动，但是根部零件插的会比较松，需要加固，并且一碰就掉，很烦，而且还影响可动角度。脚腕的可动设计也是技术的配置，前踢和下压的角度都会比较微弱，并且很松，侧面角度能够达到90度左右。脚底板也是安装了2个黄色分件，我本以为这个地方是钩爪，实际上就是个装饰品，安装有点松，需要胶水。腿部可动虽然还可以，但是单膝下跪这个姿势做的就不是特别自然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款模型的背包和武器配件部分。首先就是这个以点击战机为原型的支援机组件，不过并不能像点击战机一样机头拆分出来，但是本款战机是通过变形机构和主体进行衔接，直接拉出机头，然后翻着操作，再把零件给翻着出来，下方2个散热器也进行翻折放置就可以了，最后和主体进行对接就可以完成组合。不过连接件的安插会比较紧，需要注意。安装完成之后，背包还有一定的可动幅度，整个背包的连接和变形给我个人感觉和星创背包甚至是一个风格，但是下方的武器又有所不同，并且星恒的背包主体部分实在是太大了，看着会非常的厚重。安装在背包两侧的以真人原型单元造型魔改的武器配置，应该这2个就是浮游炮根部都是通过了粗壮的机械臂进行连接，并且机械臂的可动角度和紧实度都很不错，足够满足日常的把玩需求。光束炮的前端和尾端盖板都可以进行展开，前端展开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联动效果，这个部分两侧还有一个小机翼可以翻着出来。除此之外，在这个部分的盖板也可以展开，露出内部的导弹分件，细节刻画还是比较不错的。除了安装在背包上，还可以拆除其中一个机翼，安装连接握把，并且使用连接件和手臂进行连接，前端展开安插光束特效件，呈现大型光束刃的状态。就是连接件和手臂的固定效果不是太好，而且连接件比较小，和光束炮的连接还非常紧，拔下来也很费劲。那么根据点击战机的玩法，想要实现第5形态，本款模型也是可以做到的，只需要通过机械臂连接2个背包的主体，然后再用机械臂连接8组光束炮，就可以完成类似于密天使第5形态的构造。不过想要还原这个形态，你还需要2套背包、8个光束炮和若干机械臂。同时，针对背包挂载装备过多导致腰部关节承受压力增大的问题，铁创也有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在背包下端还有一个连接件可以拉出来，直接插在后肩甲的卡榫上，形成2段固定，稳定性会更好。同时，这个状态也是属于完全舍弃了腰部可动。但是吧，下方这个连接件安插的比较松，轻轻一动就能拔出来，只能说有想法，但是实力不行。远程武器还有2把步枪，枪头前端带有展开结构，内部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细节刻画，两侧的辅助握把也有附带可以展开。弹夹护套也是可以进行拆除，可以看到内部也有针对子弹部分进行一定的细节刻画。这把枪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握持在手上的时候，后方连接件和手臂的卡榫连接是非常松的，没有任何固定效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以挂载在背包上，设计还行，是个滑槽，但是固定效果也比较一般。最后的武器配件还有这个小盾牌，真的是很小一个，但是造型还可以。另外这个盾牌也是带有展开机构，只不过这个展开的滑槽会非常紧，需要处理一下。前端黑色零件那2个牙印就是我咬的。拆除上方的零件还可以替换光束盾特效件，盾牌通过连接件直接插在手臂上就可以了。同时这里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小的黄色圆形零件安插也会比较紧，拔下来也挺费劲，需要注意。盾牌通过连接件直接插在手臂上就可以了，或者通过其他连接件还可以安装在光束炮上，用于遮挡卡榫，但是盾牌只提供了一个，无法面面俱到。最后的配件就是本款模型提供的支架地台，对于这个地台我是又爱又恨。
先说问题最大的部分，就是这个支架连接件和主体的连接非常紧，很难插进去，一旦插进去就是不可能拔出来的状态。最致命的就是这个部分内部是空心单边结构，摆动作的时候左右重量不一样，就一定会向一侧进行偏移，加上连接件的结构设计问题以及铁创材质偏软的问题，基本上是必断的。好的部分就是剩下的设计了，上端是提供了锯齿结构，用于调整角度，固定效果和使用方法都还比较不错。同时本款地台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旋钮的设计，调整支架的上下角度和高度，这一点做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不再需要打开锁定结构调整支架的角度，这样可以随时微调支架的角度，这个部分的设计真的很不错，而且很实用。另外一个就是中间的盖板可以展开存放一些小零件，光说调件是肯定无法进行收纳的了。另外的光束炮还有浮摇炮的特性，通过机械臂安插在这里实现多种角度的释放，就是这个机械臂其实挺影响观感的，而且两个底座安插的非常紧，需要打磨处理。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款铁创的星恒就已经全部介绍完成了。综合来说，本款模型单论平特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部分零件组合度会有偏松或偏紧的情况；二、说明书印刷错误比较多；三、关节整体偏松；四、支架连接件容易损坏，需要加固处理；五、还有一部分零件的设计会有问题，缺点也不少，并且这几个缺点也挺致命的。另外再提一下我个人认为的优点，整体组合度对比星越有调整，不过也不算太好，整体的细节刻线会更好一些。合金骨架的应用也是恰到好处，没有过分为了加合金而加，各种关节和结构设计算是符合需求，但是能做到更精进一些会更好。至于造型是否喜欢，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主观的看法，需要各位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决定。就像我之前在动态里说的一样，这一款铁创星恒，我的综合评价是用心学习并学以致用，但是基础不好的用心半成品，而且铁创的这个基础不足确实挺致命的。这一款模型的优点在于面面俱到，每一处都是按照比较好的设计去做，但是硬件设施不行，包括组合度的调整和零件精度的处理，这些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和造的神域一样，这两个都是让我看到了有进步的厂子，期待下次星坠能看到更多的提升吧。至少在关节紧实度以及这个半装支架要做好啊，基础问题不要再反复出现了。那么本期的 C 哥文案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